伞兵现象。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pa 台湾 Nice Mandarin。我们每个礼拜二和礼拜五会推出新的 Podcast， 这是高级系列。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在台湾很热门也很有争议的主题，伞兵。同时我也想带大家看看台湾的兵役制度和附近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在台湾，伞兵是指应该去当兵的人，却用各种方法逃避兵役。有人假装生病，请医生开假证明，也有人长期待在国外不回台湾报到。最近几位名人被爆出有伞兵的疑云，社会上立刻出现两种声音，有人说他们太不负责任了，也有人说制度太旧太严了，年轻人才想要逃。那我们来想想，为什么有些人不想当兵？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当兵1年不算短。有人刚开始工作，刚考上研究所，或正打算出国，一旦被叫去当兵，所有计划都得改变。有些人会觉得别人都在前进，我却被卡住。这样的心情其实很多人都能理解。不过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兵役是一种共同责任。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能接受基本训练，能在危险时保护自己和家人。问题是，当有人设法逃避时，别人就会觉得不公平。有人说，我流汗辛苦撑过来，为什么他们可以轻松闪掉？这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矛盾，自由与责任之间的拉扯。其实台湾并不是唯一面临兵役问题的国家。我们来看看几个邻近国家的例子。在南韩，兵役制度非常严格，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服役，时间通常是18到21个月。有名的韩国偶像和演员也都要进军队，像 BTS 防弹少年团就公开表示支持服役，因为在韩国当兵被视为一种荣誉。如果有人逃兵或造假体检，会被社会强烈批评，甚至可能坐牢。所以在韩国，伞兵的社会压力比台湾更大。再看看新加坡，新加坡也有义务役制度，所有18岁以上的男性都要服役2年，不管是学生还是富二代都不能例外。如果逃避兵役会被罚款，甚至禁止出国或进入公职。但新加坡的差异是，政府把服役视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训练内容除了军事，还有领导、团队合作与社会服务。所以很多人退伍后觉得那段时间没有白费。回到台湾，台湾的义务役在2018年缩短为4个月，但从2024年起又恢复成1年。这个政策改变的原因是，政府希望加强国防力量，也希望恢复社会对共同义务的信任。然而，这样的调整也带来新的挑战。有些人支持，觉得安全比时间重要，但也有人反对，认为1年太长，
应该让服役更有弹性。从这些国家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地方的兵役制度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年轻人对义务的态度与社会公平。在韩国不当兵会被批评，在新加坡逃兵会被惩罚，在台湾社会则还在努力建立共识。我们也许可以思考如何让兵役不只是被迫去当，而是愿意参与的一段经验。最后我想说，散兵这个现象不是单一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对责任的态度。如果政府能让兵役更公平，内容更有价值，让年轻人学到有用的东西，或许大家就不会想逃避。因为当兵不只是义务，也是一种学习。在军中，我们学会合作、纪律，也学会怎么面对压力，怎么照顾他人。这些能力在离开军队以后，都能变成生活中的力量。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节目的几个重点生词吧。兵役 Military service. 国家要求公民在军队中服役的制度或服务。台湾的男性成年后都必须服兵役。他服完兵役后去念研究所。散兵 Draft dodger. Person who avoids military service. 只需要去当兵的人，却用各种方法逃避兵役。他因为被怀疑散兵而上了新闻。散兵这件事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义务役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依法必须服的兵役，通常由年轻男性担任。他是义务役士兵，正在服役中。义务役的时间从4个月改成了1年。志愿役 Voluntary, professional military service. 自愿加入军队，以军人为职业的服役方式。他退伍后选择加入志愿役继续服务。志愿役的待遇比义务役好很多。当兵 To serve in the military. 服兵役，他下个月要去当兵了。当兵可以学到纪律和团队合作。体检 Physical examination. 检查身体健康状况的过程。当兵前需要先通过体检。体检报告显示他很健康。荣誉 Honor. 因为表现或成就而得到的光荣与尊重。为国服务是一种荣誉。他因表现优异而获得荣誉奖章。国防 National defense. 国家防卫与保护安全的体系与措施。每个国家都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政府正在加强国防预算。疑云 Suspicion, cloud of doubt. 对事情产生怀疑或不确定的状况。他陷入散兵疑云。这起事件至今仍有疑云未解。责任 Responsibility. 应当承担的义务或工作。当公民要有保家卫国的责任。他对工作非常有责任感。义务 Duty, obligation. 依法或道德上应该做的事。投票是公民的义务。
当兵是每个成年男性的义务。制度 System, institution. 由政府或组织建立的规定与运作方式。台湾的兵役制度正在改变。一个好的制度能让社会更稳定。政策 Policy. 政府为达成目标所制定的具体做法。政府宣布新的教育政策。兵役政策从明年开始改变。政府 Government. 负责治理国家的组织。政府希望提高国防意识。政府决定延长服役时间。公平 Fairness, equality. 不偏不倚，人人机会相同。制度应该对每个人都公平。他觉得分配太不公平了。地缘政治 Geopolitics. 国家之间因地理位置而产生的政治关系。近年的地缘政治让亚洲局势更紧张。地缘政治影响各国的军事政策。社会压力 Social pressure. 来自社会舆论或他人期待的压力。韩国艺人面对很大的社会压力。有些人因为社会压力而选择当兵。共同责任 Shared responsibility. 大家一起承担的责任。保护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社会安全需要大家的共同责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兵役制度，也都有不同的挑战。有的制度很严格，有的则想让服役更有弹性。在台湾，伞兵的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自由，又什么是责任。也许没有完美的答案，但只要社会愿意对话，愿意改变，我们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因为真正的力量不是命令出来的，而是大家愿意一起保护家园的心。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台湾的兵役制度和伞兵现象有更多了解。今天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帮忙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